大家晚上好，我是老高，欢迎来到睡前故事会。很多人以为历史上那位非常有名的孔明先生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神仙，其实大家都猜错了，他根本不会什么法术，他最后是死于一道根本算不出来的数学题。他的真实人生不是从那场非常浪漫的大雪开始的，而是从一阵冷风和一盏快要熄灭的油灯结束的。各位大哥大姐，今天老高就来给你们好好讲讲这位聪明人背后最真也最无奈的故事。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请你先在屏幕下方帮老高点个订阅，顺便在评论区打上平安顺心4个字。你的支持和鼓励就是老高每天晚上继续给你们讲故事的最大动力。咱们先让时间回到公元234年的秋天，那时候的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了，风吹在脸上就像是用刀子在割一样，让人冷得浑身发抖。在四川军队最大的帐篷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的七星灯在保佑，它也没有什么老天爷给的奇迹，只有桌子上一盏光线非常微弱的油灯。那微弱的灯光照在一个瘦的只剩下皮包骨的老人家身上，这个老人家就是孔明先生。他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了，连坐都快坐不稳了，但是他还在看着桌上那一堆永远也看不完的公文。在这个老人的对面隔着一条宽阔的大河，就是北方曹家好几万大军。但是事情非常奇怪，对面那位带兵的司马懿一点都没有想要打过来的意思，他的军队每天就是躲在坚固的营地里面，不管四川这边的士兵怎么在外面骂人，怎么敲锣打鼓，他就是假装没有听到。有一天，四川这边派了一个送信的人去对面的军营，那位司马懿看到这个送信的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像是一个住在隔壁的老朋友一样，非常客气地拉着这个送信人，开始慢条斯理地聊起了家常。他不问你们四川的军队到底有多少人，也不问你们的武器到底好不好，那些军事机密他通通都不问，他只问了一个听起来好像是在关心老朋友的问题。他笑着问那个送信人说：你们家的孔明丞相最近晚上睡得好不好啊？每天吃饭到底吃得下多少啊？平常工作处理公文是不是很忙啊？那个送信人也是个没有什么心机的老实人，听到人家这么客气的问候，自己的长官就一五一十的直接回答了那个老实人，说我们丞相每天天还没亮就早早起床了，到了半夜3更大家都睡了，他也都还不休息。军队里面只要是打20个板子以上的惩罚，这种连小队长都能决定的事情，他全都要亲自看过公文才放心。至于吃饭的话，他现在一天吃进去的白米饭全部加起来还不到3小碗那么多。各位大哥大姐，您听听看，一个管着整个国家几十万人的大官，一天吃不到3小碗饭，还要管士兵打架，被罚20个板子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这哪里是人在过日子，这根本就是一台不用休息的机器啊！那位司马懿听完这些话之后，并没有因为刺探到敌人的机密而高兴地跳起来，他反而是站在原地看着远方的天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转过头去跟身边的人说，他饭吃得那么少，每天又要管那么多那么细碎的事情，连别人该做的事情他都要拿来自己做，这简直就是在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活得长久呢？那天晚上，在微弱的油灯下面，真实的孔明先生绝对不是电视上那种摇着羽毛扇子笑眯眯就可以把敌人全部消灭的神仙，他其实是一个心里充满着焦虑，对每一件事情都要管到底的固执老人。各位大哥大姐，你想想看，一个当到丞相这么大官的人，为什么连打20个板子这种小事情他都不肯交给下面的人去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他心里害怕，他根本不敢放手。
在他的背后是整个四川那一点点可怜的人才，就像一张薄薄的纸一样，随便一戳就破了。当年跟着他们一起打天下的老朋友，老将军早就已经走光了，现在的年轻人又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他看了看身边，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他完全放心把事情交出去的人，而在他的对面却是占领了大部分土地，而且兵强马壮的北方大国。曹家那边有无数的聪明人，有无数的粮食和兵马，用一个四川去对抗整个北方，这在数字上来看，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打得赢的死局。他真正的敌人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位聪明的司马懿，而是那种无论怎么算都赢不了的几率。他心里非常清楚，只要他自己稍微闭上眼睛休息一下，把自己一放开，下面的人只要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这个看起来还在苦苦支撑的国家马上就会像沙子做的一样全部垮掉，一切的努力就全部白费了。所以他只能用透支自己身体的方法，拼了老命去弥补这个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计划。他就像是一个在悬崖边上走钢索的人，手里还拿着好几个正在转动的盘子，他必须要全神贯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因为只要掉了一个盘子，他自己和整个国家就会摔得粉身碎骨。这种压力，这种焦虑是一般人根本无法体会的。我们很多老人家在家里也是一样，看到媳妇儿洗碗，怕洗不干净；看到儿子带小孩，怕带不好，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插手。其实这都是因为心里缺乏安全感，怕事情做坏了，没有办法收拾。可是孔明先生面对的不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说秋天的冷风是孔明先生人生最后的一段配乐，那么在他12岁那年发生的一场大灾难，就是彻底改变他一辈子最重要的关键。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觉得他生下来就是一个不吃人间烟火的天才，穿着飘逸的衣服，每天在深山里面弹琴下棋，喝着好茶，谈论天下大事。但是今天晚上，老高想请大家把这些被美化过的画面都先放一边，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个站在一片废墟里面的12岁小男孩，因为只有你明白了那个小男孩心里到底有多害怕，你才会懂他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固执，为什么会对所有的规矩都要求的那么严格。那一年，北方的军阀曹老板因为自己的老爸在南方被人杀害了，就找了一个报仇的借口，带着大军往南方冲过来。曹老板那时候非常生气，他下令军队只要看到人就杀，根本不管你是老人还是小孩。那场战争打得非常惨烈，历史书上写着4个字，叫做河水不流。各位大哥大姐，这4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背后的意思却让人觉得头皮发麻。这不是说那一年没下雨，导致干旱了，河水干了，而是说那条大河里面堆满了普通老百姓的尸体，那些尸体多到把河道都给堵住了，让河水都没有办法往下流。那个时候孔明先生才刚好12岁，虽然他的家在河的东边没有直接受到最大的冲击，但是那种到处都是红色的火光，到处都是可怜人的哭喊声，到处都是烧焦味道的恐怖画面，成了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噩梦。各位大哥大姐，你想想看，一个从小家里条件很好，爸爸和叔叔都是当官的，每天只要在书房里面乖乖读书的小孩，突然有一天，他熟悉的世界整个都崩溃了，没有了大人教的那些礼貌规矩，也没有了邻居之间的客气问候，没有了按时吃饭睡觉的安稳，日子只剩下漫天大火和那条不再流动的红色河水人命。在这个时候，比路边的杂草还要不值钱。对于一个才12岁的小孩来说，这种惊吓是会把心给彻底掏空的。这种对混乱的恐惧深深地刻在了他的骨头里面。很多小孩遇到这种可怕的事情，
长大以后可能会变成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一种人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比谁的拳头大谁狠，谁就能活下去。讲道理是没有用的，所以他长大后就变成了一个为了利益，什么坏事都敢做的人，变成了一个欺负别人的恶霸。另外一种人就是对这种混乱的场面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他这辈子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规矩都定得死死的，他希望每一件事情都在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中。他受不了一点点的不守规矩，因为不守规矩就代表着混乱，混乱就代表着会死人。孔明先生很明显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种人。他后来在管理国家的时候，那种对法律条文一点都不肯通融的态度，那种连小兵打架都要亲自过问的习惯，其实全部都是从小留下来的心理阴影。他的潜意识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警告他，如果我不把每件事情都盯紧，如果我不把规矩建立得像铁桶一样坚固，如果我让下面的人随便乱来，那么12岁那年看到的惨烈画面，那条红色的河水就会再一次发生在他的面前，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就会再一次受到伤害。所以他宁愿自己累死，也不愿意看到一点点的失控。其实那场逃难也是一堂非常残酷的地理课，因为打仗，他变成了没有父母可以依靠的孤儿，只能跟着叔叔带着年幼的弟弟，开始在半个中国到处逃跑流浪。他们从山东的老家出发，为了躲避军队的追杀，只能往没有打仗的地方跑。好，他们跨过了一条又一条的河，走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穿过了无数的树林和荒野。路上没有好东西吃，没有好衣服穿，晚上只能露宿在外面。最后好不容易才跑到了南方，一个叫做荆州的地方。这一路上走了好几千公里，全都是靠着他们那两条腿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不是那种只会坐在房间里面看着地图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是用自己的脚板亲身量出了这个国家的破碎。他看过路边饿死的人，那些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死死地盯着天上。他看过拿着大刀的军阀是怎么欺负老百姓的，他也看过那些失去家园的难民，眼神里有多么绝望。那些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哭泣的声音，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后来，当那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在喝茶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孔明先生的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不是那些文绉绉的口号，不是什么光复天下的伟大言论，而是那些真实的高山流水，还有那些在泥巴里面为了活下去而拼命挣扎的普通老百姓。这种懂得民间疾苦的心，他和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他知道战争不是写在纸上的字，战争是会流血，会死人的。后来他们总算是平安到达了荆州。当时的荆州老板是一个喜欢读书的老先生，他把那个地方管理得还算不错，没有让战火烧进来。荆州就像是一个可以暂时躲避战乱的避风港，聚集了从全国各地跑来避难的聪明人。对于年轻的孔明先生来说，日子好像总算是稳定下来了，而且因为他的姐姐们都嫁给了当地非常有势力的大户人家，他自己后来也娶了一个很有背景的老婆。他的岳父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人，虽然人家都说他老婆长得不好看，但是他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看的是老婆的才华和智慧。有了这些亲戚的帮忙，他虽然住在乡下种田，但是对外面的消息可以说是非常清楚，整个天下的局势都在他的脑海里面。叔叔过世之后，他就在乡下找了一块地，盖了几间茅草屋，开始了一边种菜一边读书的日子。他不想去城里跟那些有钱人混在一起，他喜欢安静的思考。这一住就是整整10年时间，从一个10几岁的少年变成了20几岁的成年人。但是各位大哥大姐，
如果你以为他这10年真的是在深山里面当什么都不管的隐士，每天只是睡大觉和种萝卜，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其实像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学生，正在为将来的大事业做准备。当时荆州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开办了那种让大家一起讨论学问的学校，很多躲避战乱的年轻人都聚集在那里念书。孔明先生在那里交到了几个非常聪明的好朋友，那些朋友读书的方法就是把书本上的每一个字都背得滚瓜烂熟，遇到不懂的字句一定要想办法查清楚出处。他们每天都在讨论古人写的哪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人都是这样读书的，大家觉得只有把书背熟了，把古人的规矩都记清楚了，将来才有机会去政府机关做个地方官，当个市长或者是县长来光宗耀祖。可是孔明先生读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他读书只看大架构和逻辑，从来不死记硬背书。他觉得那些字句的表面意思根本不重要，别人在研究圣人讲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在想的是这句话背后的道理。如果要拿来管理国家，应该要怎么运作？如果国家的体制坏掉了，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他看的是整个天下的棋盘，而不是棋盘上的一颗小棋子。他学的东西根本不是怎么去当一个科长或是经理，他学的是怎么去当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怎么去拯救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跟那些朋友好像有点不一样。大家在开心喝酒聊天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在旁边安静地思考。他常常在田里面一边做事，一边唱着一首非常悲凉的民间歌曲。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梁父吟》。那首歌讲的不是什么谈恋爱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开心的过年歌曲，而是一个古代的宰相怎么用2颗桃子就把3个厉害的武将给害死的故事。这首歌曲调非常的低沉悲伤。各位大哥大姐，你想想看，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身高1.8米，长得又帅气，每天不去唱流行歌曲，却在田埂上唱这种充满血腥味和算计的老歌，这就说明了他早就看透了政治。这碗饭是非常残酷的，是充满了各种阴谋和牺牲的。更夸张的是，他有时候会跟朋友说，你们这几个这么用功读书以后，大概就是去做个市长或是县长吧。朋友听到他这么说，就反问他，你口气这么大，那你以后是要做什么大官呢？他只是笑一笑，不说话，不跟朋友争论。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他经常把自己比喻成古代2位最厉害的人物，一个是帮国家搞经济改革，让国家变得非常有钱的宰相，另一个是带领大军打胜仗，差点把敌国全部消灭的将军。2个人都不是什么躲在山里享清福的人，他们都是在复杂的官场里面呼风唤雨，手握大权的顶尖高手。当孔明先生在茅草屋里面说出这2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向全天下发出一张没有写字的履历表。他告诉大家，我不想去当一个整天只会开会的学者，我也不想去当一个管小地方的官儿，我要做的是重新打造一个国家的栋梁，我要改变这个天下的局势。当时听到这些话的人，大部分都觉得他是不是头脑坏掉了。在那个非常看重出身和背景的年代，你一个住在乡下的穷小子，每天都要自己种地才有饭吃，凭什么敢做这种大梦？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喜欢吹牛的年轻人。但是有2个看人非常准的老先生没有笑，他们看懂了这个年轻人的野心和才华，所以给了他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叫做卧龙。意思是说，他现在只是趴在水底睡觉，只是在等一个对的时间，等时机一到，只要天空打雷下雨，他就会飞上天去做一番大事业。既然他那么有才华，又有亲戚的帮忙，岳父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他为什么不赶快出去找工作？为什么要在乡下等10年这么久呢？这就是他最聪明也最骄傲的地方。他不随便出卖自己的才华。当时的天下能当大老板的人，其实有几个北方的曹老板已经非常有势力了，占领了最多的土地，也在到处发广告找人才。东边的孙老板家里也很有钱，长江天险保护着他们是个非常安稳的选择。就算是荆州本地的老板，虽然不太会打仗，是个软弱的人，但要给他一个好工作，赚点高薪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孔明先生只是想赚点钱过好日子，买大房子，买好马车，他早就去上班了，根本不需要在茅草屋里面受冻。但是他没有，他看着天下的局势非常冷静，而且眼光非常高，他看得很清楚。去曹老板那边聪明的人已经太多了，那些谋士每一个都非常厉害，很多都是跟着曹老板一起打天下的老员工。他现在跑过去，别人根本不会重视他去了，最多也就是当个小职员，当一颗听话的螺丝钉，人家根本不需要他去指挥大局。他那种想要改变整个国家的蓝图根本用不上去。孙老板那里也不行，那边都是一些有钱的大家族在掌权，世世代代都在那里当官。一个外地来的穷小子，就算再聪明，也根本挤不进最核心的圈子，别人只会把他当成一个外人来防备。至于荆州的老板，他一眼就看出那是个没用的人，只会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遇到强敌马上就会投降，跟着他迟早要倒大霉。孔明先生在等，他在等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机会。他不需要高薪水，也不需要舒服的办公室，他需要的是100%的信任。他需要一个能把身家性命，连同整个国家的未来都完全交给他的人。他要的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而是想要当一个合伙人的身份。这种要求在那个乱七八糟的时代简直是天方夜谭。谁会把命交给一个27岁没上过1天班的年轻人呢？那些大阀谁不是心高气傲，怎么可能听一个年轻人的话？这就好像一个拿着天下第1宝剑的高手站在大学里面路过的人，有人给他钱，有人给他官做，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他就是要等那个真正懂得这把剑的价值的人，等不到，他宁愿这辈子就在乡下种田，直到公元207年的冬天，一个47岁打了一辈子败仗，身上都是伤疤，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的中年大叔，带着他的2个结拜弟弟，踩着厚厚的白雪，一步一步往乡下的茅草屋走过来。天气非常冷，雪下得很大，把山路都给盖住了。这个人就是刘老板，他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混了大半辈子，头发都白了，可是地盘没了，士兵也跑光了，兄弟也跟着受苦，只能记住在别人家里看人家的脸色。而在屋子里等他的是一个才27岁的年轻人，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这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公平的面试。刘老板好歹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且还是皇家的亲戚，虽然现在落魄了，但名声还是很大的。而孔明先生只是个没经验的乡下人，没有带过1天兵，也没有做过1天官。但是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那个手里有兵有将的人在门外，冻得像个雪人一样，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敲门，生怕吵醒了里面睡觉的人。他的2个弟弟在旁边冻得直发抖，气得想要放火烧房子，但刘老板还是耐心地等着。而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年轻人却在屋子里面舒服地睡大觉，翻个身继续做他的美梦。这不只是说刘老板多有诚意，多么虚心求教，这其实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心理战。孔明先生知道，如果他一看到刘老板来了，就马上高兴地跑去开门说：“老板您好，请进。”那他以后在刘老板手下也就只是个普通的参谋，刘老板根本不会把他当成一回事儿。
他就是要让这个焦急的中年人等到心慌，让他知道想要得到真正的人才是不容易的。等到把刘老板所有的脾气和架子都磨光了，把他心里最后一点点大老板的傲气都给冻僵了，他才能像个救星一样出场。只有这样，刘老板以后才会对他言听计从。门终于开了，里面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光芒，也没有摆什么法阵，只有一个刚刚睡醒的年轻人揉了揉眼睛，拿出一张大概是他自己手工画的地图，铺在简陋的木桌子上。这个在历史上叫做隆中对策，名字听起来很伟大，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份非常精准的市场分析报告。刘老板当时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他整天都在打仗，但根本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今天帮这个人，明天帮那个人，每天都在逃命，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永远都在帮别人做嫁衣。孔明先生没有教他怎么打架，也没有教他怎么训练士兵。他的手指在地图上指着北方那一块红色的地方，说那边曹老板已经太强大了，他手下有100万的军队，还有皇帝在他手上当傀儡，你绝对打不过他，千万不要去惹他，不要去碰那块硬骨头，这是句大实话。虽然听起来非常刺耳，让人觉得很泄气。接着他指着东边蓝色的地方说，那边孙老板已经经营了好几代，根基非常稳固，又有大江挡着水军，非常厉害，你只能跟他做朋友，好好合作，绝对不能动他的脑筋，想去抢他的地盘。刘老板听到这里，冷汗都要流下来了，觉得这趟跑来好像是白来了。这个打不过，那个惹不起，北边不行，东边也不行，那你要我去哪里去跳海吗？我还要不要复兴家族的生意了？就在这个时候，孔明先生的手指点在地图的西南边，也就是荆州和四川的位置。他的眼神突然变得非常锐利，他看着刘老板的眼睛说，这2个地方现在的老板都是没有用的，胆小鬼，他们根本守不住自己的产业，这2块风水宝地根本就是老天爷特地留给你的大好机会。在当时的人看来，四川是个非常落后，而且四周都是高山的地方，进去就出不来了。荆州又是个到处都在打仗，四面受敌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好地方。但是孔明先生靠着他这10年在乡下收集的情报，早就想出了一个全新的生存之道。只要把这2块地方拿下来，连成一条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一样，就能在曹老板和孙老板的夹缝下面找到活下去的空间。有了土地，有了粮食，就可以慢慢训练军队，等到北方出了乱子，就可以分2路打回去。这不只是一套战术，这是一个未来的大蓝图，是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刘老板以前的军师只能告诉他明天怎么逃命，怎么躲避追杀，只有这个27岁的年轻人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你的最终目标到底在哪里？你的公司以后可以开多大？那一刻，47岁的刘老板大概是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辛苦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的苦头，终于有了一个方向，眼睛里面终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不过理想总是很美好的，现实却总是充满残酷的考验。才过了1年，孔明先生的那个伟大蓝图差点就变成了一张废纸。北方的曹老板为了统一天下，亲自带着大军像乌云一样压了过来。荆州的老板刚好生病过世了，他的儿子是个没用的软骨头，看到敌人来了，吓得直接开城门投降。刘老板又一次变成了到处逃命的可怜虫，带着老百姓一路跑，后面骑着快马的军队紧追不舍。逃亡的路上非常惨，刘老板连老婆小孩都差点丢了。历史就是这么无情，不会因为你有一个好的计划就放过你。逃到江边的时候，后面的追兵马上就要到了。
刘老板看着身边剩下没几个人的军队，个个都受了伤，连饭都没得吃，绝望地问孔明先生：“先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难道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这个时候是孔明先生面对职业生涯最大的考验，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不找办法，刘老板这个公司今天就要倒闭了，所有人都要掉脑袋，他的伟大蓝图也就成了一个大笑话。大家都等着看这个年轻人的笑话。孔明先生看着滚滚的江水，脸上没有一丝害怕的表情，他很平静地说：“我去东边找孙老板帮忙。各位大哥大姐，电视上常言孔明先生去了东吴之后，会借东风，会用草船去骗几百万支箭回来。这些好看的戏码大家听听就好，当作娱乐。真实的状况其实比这些还要惊险100倍，因为他不是去变魔术的。孔明先生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去谈判，去做最艰难的外交工作。他坐着一艘孤零零的小船，顺着江水往下走，跑到充满敌意的东吴那边去。这完全是一场赌博，他的筹码是0，他手上根本没有兵可以帮忙。他要代表一个快被打死，只剩下半条命的刘老板去说服兵强马壮，根本不需要求人的。孙老板让孙老板把身家性命和整个东吴的未来都压在这个看起来一定会输的赌局上，这听起来简直就是疯了。到了那边迎接他的并不是欢迎的队伍，而是那些害怕打仗劝孙老板赶快投降的老臣。那些老臣觉得曹老板势力太大，军队多得数不清，我们如果投降还能保住大官的位置和家里的财产，如果真的打起来，那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肯定会粉身碎骨。如果孔明先生跟他们讲道理，比较谁的军队比较多，谁的武器比较好，那绝对讲不赢，因为数字摆在那里，曹老板的人数就是比东吴多好几倍，所以他根本不想理那些老臣，也没有浪费时间跟他们吵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才26岁，刚接班不久，虽然坐在老板的位子上，但是心里其实非常害怕，很怕别人看不起他的年轻。孙老板只要搞定这个人，其他人都不重要。孔明先生见到孙老板，没有哭着求他帮忙，也没有说如果东吴不帮忙，刘老板就会死得很惨，反而用了一种非常冒险的方法，也就是激将法。这是一场极限的心理战。他故意用一种很看不起人的口气对孙老板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军队很厉害，打得赢，那你就赶快拿出男子汉的勇气去打；如果你觉得打不赢害怕了，那你就干脆把手绑起来，跪在地上，向曹老板投降算了。这样最省事儿，也不用天天这么烦恼了。”这简直就是在骂人，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孙老板的心上。对于一个年轻气盛，一直活在厉害的爸爸和哥哥的阴影下，又很怕别人看不起他的新任老板来说，这种话听了比死还难受。孙老板的脸都气红了，马上反问：“既然曹老板那么厉害，那你们家的刘老板为什么不投降？”孔明先生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的陷阱已经挖好了。他马上把自己的老板捧上天，他说：“刘老板是皇家的后代，是天下皆知的大英雄，他就算最后打败了，被杀了，那也是老天爷的安排，运气不好而已。但他绝对不可能向那种坏人低头弯腰。”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潜台词就是在说我的老板是宁死不屈的大英雄，有骨气的硬汉。那你呢？你要当个怕死的胆小鬼吗？你难道连一个到处逃命的人都不如吗？这一招真的太厉害了，完全打中了孙老板心里最害怕的地方。他怕的根本不是敌人的大军，他怕的是被天下人嘲笑，怕被别人当成没用的败家子，怕丢了祖宗的脸。为了面子和尊严，孙老板猛地站起来，拔出腰间的宝剑，
用力砍断了面前桌子的一个角，大声对着所有人说：“谁敢再叫我投降，下场就跟这张桌子一样，谁也别想跑。”两边终于谈成了合作，决定一起对抗北方的军队。这才是孔明先生在那场大战争里面最大的功劳，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他不需要借东风，因为要控制一个人的心思，激发一个人的勇气，比控制天气还要困难太多了。他就像是一个走在钢索上的杂技演员，用他那张厉害的嘴巴，准确地抓住了人性的弱点，把两家本来各怀鬼胎的公司死死地绑在一起。最后在赤壁那个地方，东吴的军队放了一把大火，真的把曹老板的几千艘大船给烧得干干净净，把北方的大军给打败了。至于那把烧掉敌人船只的火，是东吴的将领派人去放的。那个把火吹向敌人阵营的风，也是江上。到了那个季节，原来就会刮的。自然风不是什么人做法借来的，但是在这把火烧起来之前，胜负其实在孔明先生踏上那艘小船，看透孙老板内心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他用智慧改变了天下的走向。那场大火烧退了敌人，刘老板终于趁着这个机会喘了一口气，然后一步一步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荆州和四川。那个27岁年轻人在茅草屋里画在纸上的图，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土地和城市。刘老板终于不用再逃跑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孔明先生也来到了34岁的年纪。34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阶段，年轻时候的冲动和天真慢慢不见了。虽然心里还有很多想要改变世界的理想，但必须要面对很多非常现实的压力和琐碎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在乡下大声唱歌的潇洒年轻人不见了，变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辛苦、最孤独也最严格的大管家。他要把一个烂摊子收拾好。大家如果回到那个时候的四川，会发现那里一点都不悠闲，没有电视上那种大家在茶馆喝茶打牌的轻松画面，空气里面反而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紧张感。因为孔明先生一管理四川成为主要管理者之后，不是请大家吃饭庆祝，也不是发红包收买人心，而是马上颁布了一套非常严厉的法律。这个法律有多严格呢？严厉到连刘老板身边最亲近的参谋都看不下去了，跑去跟孔明先生求情，说以前的老板都很宽容，凡事好商量，现在天下这么乱，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我们刚来这个地方，应该要对老百姓和官员好一点，发点福利。您把规矩定得这么严，动不动就抓人关起来，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大家都觉得他们应该要展现仁慈的一面才对。可是孔明先生的回答让大家都吓了一跳。他非常冷静地分析说，以前的老板就是因为太心软，想要做好人，结果不管好坏人都不处罚，导致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根本不把规矩放在眼里，随便欺负穷人，弄到最后大家都不守法，整个社会乱七八糟。现在如果我们再不管严一点，想要当烂好人这个地方，我们根本管不住，乱世就必须用重罚。只有把规矩立起来，保护了弱小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仁慈。他不仅定了法律，还建立了一套只要做错事就一定要罚的制度，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无论你是大官的亲戚，还是有功劳的老将，只要犯了法，一律照罚不误，谁来讲情都没有用。这种几乎有点强迫症的公平，让整个四川很快就从一个乱七八糟大家互相欺负的地方，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纪律的国家。历史书上评价，他说，马路上有人掉东西都没人敢捡，晚上睡觉都不用关门，厉害的人也不敢欺负弱小的人，大家都乖乖按规矩做事。但是各位大哥大姐，如果他只会处罚人，每天只会冷着脸抓人，
那他也只是个普通的警察局长而已。大家心里还是会不服气。他之所以这么有名，被大家当作神一样尊敬，是因为他同时还在做一件很厉害的经济大改革。他不但要管好纪律，还要让大家有饭吃。大家可能不知道，孔明先生其实是当时最厉害的推销员和做生意的高手。打仗就是要花钱要粮食。四川这个地方虽然土壤很好，但是只有那么一点大人口，连北方的1/5都不到。这点人要怎么养活一支每天都想打回北方光复天下的军队呢？光靠收农民的税是绝对不够的，会把老百姓逼死的。孔明先生看上了四川到处都有的桑树，他发现四川织出来的丝绸花样非常漂亮，颜色鲜艳，手工又好，摸起来非常舒服，这是当时全中国有钱人最喜欢的奢侈品。于是他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府部门，派专人去管理和推销这些高级丝绸，鼓励老百姓多种桑树养蚕。他在写给下属的信里面很直接，也很坦白地跟下属说，我们国家现在很穷，老百姓也很苦，要跟强大的敌人打仗，所有的军费和购买武器的钱都要靠这些丝绸了。这真是一个非常绝妙的计划。在北方曹老板的首都屋里面，那些大官的老婆们如果出门参加聚会，身上没有穿一件四川出产的最新款丝绸，都会觉得很没面子，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他们为了追求流行，为了买这些高级衣服，花掉的金子和银子就这么一直流过了国界，流进了四川的口袋里，变成了孔明先生手里的军费，最后又变成了四川军队手里的刀枪和弓箭，射向了那些穿着丝绸的女人们的丈夫和儿子。这就是拿敌人的钱来买武器，再去打敌人。这一招真的是太聪明了。在那个大家只知道种田打仗的古代，他已经懂得怎么用做生意的方法来赚外汇了，用贸易战来削弱敌人的经济。四川后来被称为锦官城，这个好听浪漫的名字背后其实是一个中年大叔，为了让国家活下去，为了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拼命算计的辛酸故事。可是命运总是喜欢在人觉得最顺利的时候开一个天大的玩笑，老天爷好像见不得别人太好。到了公元223年的夏天，天气非常闷热，让人心情烦躁。那个当年在大雪中去找他的刘老板，那个跟他一起打拼了16年，把他当成亲人一样的老大哥，生了重病快要走了，躺在江边的一座小城里面。这是一场非常有名的生离死别，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非常重重的一笔，也是一场把孔明先生这辈子死死锁住，再也无法翻身的道德绑架。那个时候，四川的军队才刚刚为了报仇打了一场大败仗，死了很多非常厉害的将军，军队损失惨重，仓库里的钱也花光了，整个国家可以说快要破产了。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刘老板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呼吸非常微弱，看着跪在床边的孔明先生，刘老板的眼神非常复杂，有信任，也有无奈，甚至有一点点试探。他叫帐篷里面其他的人都出去，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留，然后对孔明先生说了一句让他吓出一身冷汗的话。刘老板说，你的才能比对面的曹家老板强10倍，你一定可以把国家管好，完成我们的心愿。如果我的儿子是个有用的人，你就帮他一把；如果他是个没用的阿斗扶都扶不起来，根本当不好老板，那你就不要管他了，你自己来当这个国家的老板吧。只要你能把天下打下来，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各位大哥大姐，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老板在临终前说的好听的客气话。在一个皇帝快要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权力的时候，讲出这种话，其实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测试，也是一种完全不给人留退路的情绪勒索。刘老板心里很清楚，
只有孔明先生能救这个国家，但他也怕孔明先生以后会欺负他的儿子，所以他故意把话挑明了。说孔明先生当时听了是什么反应呢？历史书上写，他哭得满脸是泪，吓得全身发抖，趴在地上，把头在砖头上磕得砰砰作响，额头都流血了。他感动的是老板在最后关头这么信任他，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他。但他心里更害怕的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刘老板的意思其实是我把整个国家连同合法性都交给你了，如果你不抢我儿子的位置，证明你的忠心，那你就得背上比皇帝还要重的责任。你要像个父亲一样去照顾我的儿子，照顾这个破烂的国家，直到你累死的那一天为止。就这么一句话，几个字而已，孔明先生下半辈子的自由就彻底没了。他本来可以在老板死后退休回家种田，但现在不行了。他再也不是那个不高兴就可以辞职走人回茅草屋睡觉的军师了。他变成了这个破烂国家的老父亲，变成了这艘快要沉没的大船上唯一的舵手。他发誓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就是说，除非他死了，否则他绝对不会放下这份责任。从江边处理完丧事，回到四川的路变得非常漫长，马车走得很慢。40岁的孔明先生看着窗外的风景，看到那些疲惫的老百姓，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他接下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接下来的那几年是他这辈子最孤单也最忙碌的时候，他一刻都没有休息。他亲自带兵到处去平定南边的叛乱，想办法让经济好转让，农民有田种，又重新把军队训练起来，打造武器。他就像是一个不用休息的修理工，每天拿着工具东敲西打，硬是把一家快要倒闭、负债累累的公司给救了回来，让他重新有了生机。然后就在国家稍微恢复一点力气的时候，他发动了第一次的北伐，带着大军跨过大山，朝着北方进军。那一次是他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也是最让人觉得可惜的一次，因为动作太快，北方的军队根本没有防备。好几个城市看到四川的军队来了，马上就打开城门投降了。对面的首都都吓得发抖，以为天下马上就要换老板了。可是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一个叫马谡的人把一个最重要的阵地给弄丢了。那个关键阵地就像是家里的大门一样，大门一丢，敌人就直接冲进来了，整个北伐的计划全部泡汤，前面的胜利全部变成了白费力气，大军只好无奈地撤退。这个犯了致命错误的马谡是谁呢？他是孔明先生最疼爱的学生，是他们经常半夜不睡觉，一起喝着茶，讨论战术，讨论国家未来的好知己。马谡非常聪明，兵法背得很熟，在某种程度上，孔明先生是把他当成年轻时候的自己，当成自己未来的接班人在培养的。但是现在，这个马谡没有听孔明先生的指示，擅自改变战术，犯了这么大的错，导致北伐失败。他必须要死军阀是不看交情的。很多人以为孔明先生流着眼泪杀掉马谡，只是为了维持军队的纪律，只是为了做给士兵看。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这背后有很复杂也很黑暗的政治问题。当时四川的官员分成两派，互相看不顺眼。一派是跟着刘老板从外面进来的，叫做外地派；另外一派是四川本地的人，叫做本土派。外地派掌握了国家的大权，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本土派一直很不服气，觉得自己的利益被抢走了。马谡是外地派里面非常核心，也是非常有前途的人物。如果孔明先生因为偏心不杀他，只是骂他两句就算了，那些本土派的官员绝对会趁机闹事，觉得你孔明先生执法不公，偏袒自己人，到时候整个国家马上就会四分五裂，爆发内乱。所以杀马谡
不是为了出气，而是为了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为了把国家重新团结起来。他要告诉大家，我连自己最亲的接班人、最喜欢的学生都杀了，我的心在滴血。你们谁还敢说我做事情不公平？谁还敢在下面搞小动作？行刑的那一天，军队里面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没有人敢说话。39岁的马谡被绑着，跪在外面准备接受死刑。孔明先生坐在帐篷里面，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直掉下来。他哭的不只是这个聪明的学生，他更心痛的是他自己这一刀砍下去，把他辛辛苦苦培养多年、寄托了无数希望的接班人都给砍断了。他突然发现，看看身边当年一起在茅草屋聊天、一起打拼的老朋友、老战友关将军、张将军，他们都不在了，连刘老板也走了。而新的年轻人又还没有长大，还不能担起重任，在这条根本不可能成功、充满艰难险阻的北伐路上，他连一个可以帮忙分担压力，也可以商量事情的人都找不到了。那个当年在乡下谈笑风生，觉得天下尽在掌握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孤零零、头发花白的老头子。他坐在空荡荡的帐篷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吹打着帐篷，看着手里那份冰冷的公文。他知道，从今天开始，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所有的责任，所有的压力和被别人骂的黑锅，都只能他一个人扛下来了。没有人可以帮他，这也许就是聪明人的悲哀。你因为看得比别人远，想得比别人深，所以你注定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和孤独。后来的岁月里，孔明先生已经步入了晚年，身体越来越差，咳嗽也越来越严重。很多人在后代都在骂他，觉得四川那么小，老百姓种地已经很辛苦了，日子都不好过，你为什么非要天天想着打仗呢？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大军去翻山越岭，为什么不能像东吴的孙老板那样，守着大江，大家一起喝喝茶，唱唱歌，过好日子不好吗？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也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现实也最冰冷的问题，那就是人口的数学题。这也是孔明先生心里最深沉的绝望。孔明先生每天烦恼的不是什么神奇的兵法，也不是怎么排兵布阵，而是两个让他根本睡不着觉的数字。第一组数字是对面曹家的人口，他们占领了整个广大的北方和中原，土地肥沃，大约有4500万人。第二组数字是四川的人口，就算把刚出生的小婴儿还有70、80岁的老人家都算进去，满打满算也不到100万。各位大哥大姐，您想想看，这是什么概念？这是4倍以上的差距啊！如果大家都不打仗，乖乖在家里生小孩发展经济，就算四川的官员比北方清廉，就算四川赚钱的速度比北方快2倍，可是20年之后，北方光是新出生的小孩，在数量上就可以把四川给彻底淹没了。时间根本不是四川的朋友，时间是四川最大的敌人。拖得越久，双方的实力差距就会越大。孔明先生非常清楚，如果他现在不主动出击，不趁着自己还在军队还有一点战斗力的时候，把整个局势弄乱，制造一点奇迹，那么四川最后一定会被拖死，就像温水煮青蛤一样，慢慢的被北方给吞并。所以他打仗根本不是为了侵略别人，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那是用进攻来换取生存的无奈做法，是一种绝望的防御。这就像是一个体重只有50公斤的瘦子遇到一个200公斤的胖子，如果你站在原地不动，跟他比力气拼消耗，你一定死得很惨。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跳来跳去，想办法打他一拳，让他觉得烦，找看看有没有那1/1000能把他打倒的机会。
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北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历史上一幕非常悲壮的画面：一个身体很差的老人家，连路都走不稳了，却推着一块大石头，想要爬过那些高耸入云的大山。那些大山就是孔明先生这辈子最大的敌人，也就是隔在四川和北方之间的秦岭。去北方打仗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打架，而是运送粮食。四川的10万大军每天都要吃饭，这些粮食必须要从平原用人力推车推过好几百公里非常危险的山路，那种栈道是修在悬崖边上的，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深渊。通常送粮食的人出门带了10斤的米，因为走山路很累，每一天都要吃饭消耗体力，走到前线的时候只剩下2斤米了，损耗率高得惊人。这种后勤的压力，随便换一个将军早就受不了投降了。可是孔明先生不只懂军事，他还会自己动手发明工具。他在后方的工厂里面亲自拿着锯子和木头，蹲在地上画图纸，终于做出了那种叫做运粮推车的工具。那种车子省力又好推，还能在山路上刹车，大大减轻了运粮的负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下着细雨的悬崖栈道上，一眼望不到头的运粮队伍，木头车轮发出的声音在山谷里面回荡。那是孔明先生在用他的头脑拼了命，想要战胜那些陡峭的高山。每一粒送到前线的粮食，都充满了这位老丞相的血汗和无奈。在这些年的战争里面，民间最常听到的就是空城计的故事。戏曲里面说，他打开城门，自己坐在高高的城楼上弹琴，旁边还站着2个倒茶的小书童，就这样把对面的司马懿和他的10万大军给吓跑了。这当然是写小说的人为了好看编出来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但这个故事之所以大家这么喜欢听，流传了这么久，是因为他很准确地抓住了孔明先生晚年那种在悬崖边上跳舞的极限冷静。真实的战场上虽然没有弹琴退敌这么夸张，但他就是有这种胆量。他手上的兵力永远比对面少，粮草永远不够，但他就是敢摆出一副我今天就要把你全部吃掉的凶狠样子。他知道对面的司马懿生性多疑，凡事都要想很多，所以他就把这种假装自己很厉害的方法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好几次对面的军队明明人很多，可以直接冲过来，却因为害怕孔明先生是不是在草丛里面藏了伏兵，怕中了圈套，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四川的军队安全撤退。这哪里是什么法术，这完全是对人性弱点最精准的计算。他把司马懿的心里摸得一清二楚，知道他怕什么，顾忌什么。可是就算你算得再精，终究还是算不过老天爷。到了公元234年的春天，孔明先生发动了他这辈子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伐大军，直接开到了五丈原这个地方。这次他下定了决心，这一次他本来打算要在那里住下来，不走了，甚至叫士兵在河边开始种田，准备自己的粮食，打算跟对面的司马懿打持久战耗到底。可是对面的司马懿用了一个最聪明也最不要脸的方法，那就是绝对不出来打。不管四川的军队在外面怎么骂人，骂得多难听，怎么挑衅，怎么敲锣打鼓，北方的军队就像是躲在厚厚的乌龟壳里面一样，动都不动，城门紧闭。司马懿心里算得很清楚，你孔明是个天才，我硬打一定打不过你，我也不想冒这个险，但我跟你耗时间，我绝对赢。你的粮食要从大老远运过来，每一天都在消耗我的粮食，就在旁边，随时可以补充。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听说你每天都在咳嗽，而我可是健康的很，我们就来比谁活得比较久。两边就这样僵持了上百天。孔明先生为了把司马懿逼出来，
打破这个僵局，做了一件非常不符合他平时文雅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很绝望的事情。他派人送了一个精致的盒子给司马懿，北方的将军们以为是挑战书，兴奋地打开一看，结果全都气炸了。里面装的根本不是什么信件，而是一套女人穿的衣服和首饰，还有一些胭脂水粉。在古代，这是对一个带兵的将军最大的人格侮辱。意思就是说，你司马懿像个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出来打仗，连一点男子汉的血性都没有，根本不是个男人。干脆穿上女人的衣服，回后宫去绣花吧，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北方的将军们气得拔出刀子，眼睛都红了，大喊着说要冲出去，把四川的军队杀个片甲不留，绝对不能受这种气。可是司马懿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寒而栗。他非常平静地拿起那件女人的衣服，不但没有生气，也没有拍桌子骂人，还笑眯眯地把衣服拿在手上比划了一下，就这样收下了这个侮辱人的礼物。接着他就非常温和地拉着送信的人，问起了孔明先生每天吃多少饭，睡几个小时，工作忙不忙的问题。当他听到一天吃不到3小碗饭，还要管20个板子这种小事的时候，司马懿心里就彻底放心了。他知道孔明先生绝对活不久了，因为这么大的工作量，加上这么少的饭量，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就像一台没有机油的引擎，还要一直全速运转，迟早会烧坏的。秋天的冷风吹落了树上的叶子，吹进了微冷的帐篷，孔明先生的身体就像一盏快要烧干的油灯，火光越来越弱，慢慢地暗了下去。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开始交代后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凄凉的遗言了。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官，他没有要求国家给他办大型的丧礼，没有要求风光大葬，也没有要求立什么高大的纪念碑来歌功颂德，甚至连遗体都不打算运回老家四川。他跟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之后随便挖个洞，把我埋在最前线的定军山头上就好，只要放得下一口棺材，不要弄个大坟墓，也不要种树做记号。他说给我穿平常穿的粗布衣服，下葬就好，千万不要放任何金银财宝在里面。他就算死了，也想待在这个他战斗了一辈子的地方，看着军队往北方的路，想要看到光复天下的那一天。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对自己财产的清点。他当了11年丞相，管着全国的钱财，军费都是从他手上过的。最后留给老婆小孩的只有成都，有800棵普通的桑树，还有10几块贫瘠的田地。除此以外，什么存款和金银珠宝都没有。他真的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把这辈子所有的聪明才华给了刘老板，把自己宝贵的健康给了国家，把生命献给了那条永远也走不完的北伐之路，最后只把自己的清白和问心无愧留给了自己。那个秋天的夜晚，那盏在风中摇晃了很久的油灯终于熄灭了。没有什么星星掉下来的奇怪景象，也没有老天爷打雷下雨，只有一个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家，带着无数的遗憾，轻轻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休息了。但他在走之前还是强撑着，最后一口气留下了最后的计划，安排大军按照步骤安全地撤退，保护了国家最后的实力。当司马懿听到消息跑来追赶的时候，又被四川的军队按照孔明先生的遗迹，假装要反击的样子给吓退了，不敢再追。司马懿来到孔明先生留下来的空营地，看着里面即使撤退了，灶台和帐篷的位置还是排得整整齐齐，一点儿都不混乱，地上也没有丢弃的武器。这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敌人站在寒风中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打从心底佩服地叹了一口气，说他真的是个天下奇才，连撤退
都能做到滴水不漏。后来，历史的轮子继续无情地往前走，那个穿着女人衣服、忍受了极大耻辱的司马懿，成了最后的赢家。他的孙子夺取了权力，最终统一了天下。如果光从有没有成功、有没有赚大钱当皇帝这个角度来看，孔明先生这辈子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打了一辈子的仗，连一块北方的土地都没抢到。他拼死拼活要保护的国家，在他死后没多久也就灭亡了。他茅草屋里面画的那张大蓝图，最后变成了一张没有用的废纸。按理说，历史是非常现实的，早就应该把这个失败者给忘了，去夸奖那些打赢的人才。对，大家都喜欢看成功者的故事，但是历史就在这里展现了最温暖的一面。1800年过去了，那个赢了的司马懿，在大家的心里一直是个阴险狡猾、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坏人，没有人愿意去祭拜他。而那个失败的孔明先生呢，在四川的纪念庙里面，香火一直都没有断过，每天都有无数的老百姓带着鲜花和水果去拜他。大家都记得他的好，记得他为了老百姓鞠躬尽瘁的样子，大家把他当成神仙一样看待，把他的故事写成戏曲，到处都在舞台上唱。连著名的大诗人杜甫都为了他写诗，流下感动的眼泪。为什么呢？各位大哥大姐，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一个失败者，甚至比喜欢皇帝还要喜欢他？这也许是因为在我们的骨子里面，有一种比赚大钱、拿第1名还要高尚的观念。司马懿代表的是残酷的现实，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为了赢可以不要脸，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最后的结果好就好。这种想法虽然很实在，很多现代人也都在用，可是听了让人觉得心里发寒，觉得这个世界冷冰冰的。而孔明先生代表的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人性的光辉。他用他的一辈子告诉我们，在这个到处都是算计、到处都是为了利益低头的社会里面，还有一种生活态度，叫做明知道做不到，但我还是要拼了命去做。他难道不知道几率很低吗？他早就知道北方的实力有多强，他当然知道自己很难赢，但他就是不愿意向那种冰冷的几率低头。这种明知道一定会输，明知道前面是死路一条，还是愿意为了心里的理想和对老朋友的承诺烧尽自己最后一点光芒的勇气，才是我们中国人觉得最浪漫的事情。这种浪漫不是年轻人在花前月下谈恋爱牵牵小手，而是一个普通人用他软弱会生病的肉体去对抗那个根本打不赢的老天爷。这种精神永远都不会死。屏幕前的各位大哥大姐，也许你现在正躺在床上，想着白天发生的不顺心的事情，也许你觉得自己忙了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付出了所有，最后好像也没有变成很有钱的人，身体也累坏了，遇到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看到孩子们不听话，还是会觉得很无力，觉得自己很没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是那个在风中苦苦支撑的老人，我们手上拿到的牌都不是最好的。面对生活的压力，我们也会焦虑，也会害怕失败，也会整夜睡不着觉。但是孔明先生的故事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安慰你，给你一点力量。他好像跨越了1800年，坐在你的床边跟你说，你看连我这么聪明，被大家当成神仙的人，最后拼了老命都赢不了，老天爷的安排都没有办法改变大局。那你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又何必一定要逼自己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完美？为什么一定要比别人强呢？只要你已经付出了，就不要再苛求自己了。人生真正的英雄，并不是那个永远站在高台上领奖，永远不会犯错的人。真正的英雄是在你看透了生活真的很辛苦，充满了很多的无奈和不公平之后，
你还是愿意每天早上起来好好的过日子？在明知道最后大家都会变老、会生病、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前提下，你还是愿意在每一天认真的对待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人生最重要的，真的不是你存折里面有多少数字，你的房子有多大，而是当你老了，头发白了，坐在摇椅上，回想过去的时候，你可以像那位丞相一样，很坦然地拍拍胸口，说一句：我这辈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已经为了这个家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样就足够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老天爷去安排吧。我们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休息了。今晚的冷风停了，帐篷里的灯也灭了，但希望孔明先生故地的温暖可以陪着您好好睡一觉，忘掉白天的烦恼。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各位大哥大姐，老高祝您平安健康，晚安。